泽连斯基遭当头一棒，乌军的反攻才刚刚打响，就被普京给掐灭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新乐锐评。乌克兰的大反攻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月了，为什么迟迟不见动静？难道说这只是基辅方面用来恐吓俄罗斯的一种方式而已？实际上，反攻计划是实实在在存在的。最近，在顿巴斯前线，乌军就对俄军控制的多达5处地点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击。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消息显示，从本月4号上午开始，乌克兰军队对俄军发起了大规模进攻。据悉，在顿巴斯前线的5个区域都遭受到了乌军猛烈的反扑。据俄国防部透露，乌军攻击的目标是他们认为俄军最薄弱的防线，并且试图从这些防线突破过去。不过，俄军的防线固若金汤，并没有让乌军的计划得逞。事后，根据俄罗斯方面的统计，在这次反击当中，乌军总计损失了超过250名士兵、16辆坦克、3辆步兵战车和21辆装甲车。从战损来看，乌军在这次的反攻行动当中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。虽然俄军并没有公布己方的战损数据，但从战斗的规模来看，俄军的损失可能不比乌军少多少。数十件装备被毁，超250人丧生，却没能拿下一处俄军的阵地。这样的战绩对乌克兰军队来说，绝对是一个很难接受的结果。要知道，在战争持续1年多之后，乌军的预备力量已经几乎消耗殆尽，很难获得新的有生力量的补充。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士兵会越打越少。除了人员方面的损失之外，乌军的武器损耗也是十分巨大的。一次损失数十件重型装备，足够基辅心痛很久了。要知道，现在的乌克兰根本就没有能力生产这些装备，获取这些装备的唯一途径就是靠西方国家来支援。可就算是美国，军事援助也不会是无止境的，生产装备需要钱，需要时间。钱从哪里来？时间上，乌军又能不能耗得起？这些问题都很难解决。因此，任何一件重型装备的损失，对基辅来说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。在分析人士看来，乌军的反攻才刚刚打响，就被普京给掐灭，这对泽连斯基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。人员和装备损失算是轻的，对乌军的士气打击才是基辅担心的问题。毕竟反攻计划准备了这么久，第一次行动就以失败告终，这可能会让士兵们的内心升起无法战胜俄军的念头。最重要的是，乌军的表现，西方国家正在紧紧盯着。这次失利很可能会让北约国家对基辅彻底失望。一旦他们认为在基辅的投入是在做无用功，那么乌克兰最大的依仗也就会随之消失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各位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